中国电影业倒退回2012年。2025年5月5日，一篇题为《电影业正式倒退回2012年》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流传。作者倪刃在文中尖锐地指出，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了一段虚胖的繁荣后，正面临资本退潮、创作力枯竭和观众审美提升等多重困境，甚至用2025年4月低于2012年4月的票房数据来论证行业已正式倒退。这篇文章引发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文章援引数据称，尽管全国影院数量从2012年的3200多家增长到如今的 1.1万多家，银幕数量增加了3倍多，但2025年4月的电影票房却不敌2012年同期。作者认为，即便有哪吒2这样的爆款，也难掩整个行业的萧条。倪刃将电影业的冷却视为整个经济大环境退烧的表现，并直指2017年至2021年的行业火热是资本裹挟下的虚胖。文章认为，过去10年间，大量热钱涌入电影行业，催生了明星天价片酬、IP 至上以及资本项目，而非真正电影创作的激情繁荣。这种过度逐利的模式不仅伤害了电影艺术本身，也透支了行业的信用。作者进一步分析，疫情是加速资本出逃的催化剂，让资本意识到电影并非一个能快速套利的生意。电影项目开发、审批、制作周期长，票房具有不确定性，这与追求快钱的资本天然不合。随着资本的撤离，行业深层问题暴露，创作者缺乏内容自驱力，无法讲述好故事，行业被资本惯坏，过度依赖大制作、大明星和营销炒作，而观众经过多年洗礼，不再容易被忽悠，口碑传播速度加快，促使行业更加透明。倪刃强调，中国电影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周期性低谷，而是空心繁荣破灭后的信用破产。文章辛辣地写道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，要怒吼了，老子不是资本的提款机，但同时也悲观地表示，中国电影已经濒死。文章将这种现象类比于中国其他被资本和权力过度干预的行业，认为当权力裹挟资本掠过本应单纯的行业时，留下的往往是寸草不生的景象。作者呼吁行业停止打鸡血式发展，进行系统性的信任重建、创作机制重建和行业规范重建。从我的观察来看，倪刃的文章虽然语态激烈，但触及了中国电影行业发展中的一些核心问题。过去几年，资本在电影市场过度活跃，确实带来了热度，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，比如制作成本虚高、内容质量参差不齐、唯票房论英雄等。当市场环境变化，资本逐利而去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集中爆发出来。然而，将整个行业简单的定义为倒退回2012年，可能过于绝对。虽然文章提出的4月票房数据对比令人警醒，但电影市场的表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当期上映影片的质量、观众消费意愿、节假日分布等。正如一些其他市场分析所示，2025年开年的春节档等重要档期仍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，显示出市场依然存在活力和潜力。此外，观众审美的提高和对高质量内容的追求，虽然给创作者带来了挑战，但也倒逼行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。资本的退潮并非全然是坏事，它或许能让行业回归内容本身，让真正热爱电影、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获得更多机会。同时，行业也需要思考如何在没有大量热钱涌入的情况下，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健康的产业生态。总而言之，倪刃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，对中国电影行业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。尽管对于倒退回2012年的定论可以进一步探讨，但文章提出的资本影响、创作困境和市场变化等问题，确实是中国电影当下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挑战。行业能否在资本退潮后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，关键在于能否重建信任，回归内容本位，并找到与新时代观众的有效连接方式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